你知道嗎？每年春天呢，台灣都會上演一場，可以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所以今天我們就要帶你深入前線，來看看這份第一手的戰地報告——台灣粉紅生存戰。每年差不多2月開始，你會發現台灣人好像會突然集體覺醒一種超能力。你看這句話是不是超貼切？就是那種能把路邊任何一棵看起來鳥鳥的、只開了3朵粉紅色花的樹，瞬間用手機拍的跟你在京都一樣。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你以為這只是巧合嗎？No, no, no， 這可不是單純的巧合哦，它已經是一個可以被當成是年度生態奇蹟的現象了。這不只是場話而已，它是一個非常完整而且完全可以預測的全民運動，一個專屬於台灣的自拍生態系統。所以，我們來給這個關鍵詞一個正式的定義好了。所謂的櫻花集體自拍季，就是在這段時間，透過社群媒體的魔法，只要你的鏡頭角度調得夠好，濾鏡效果開到最強，就算是你家巷口那棵快掛掉的樹，只要上面還有一點點粉紅色，po 到你的 IG 上，它就是人間仙境，懂嗎？好，既然都說是生存戰了嘛，那肯定要有作戰地圖，對吧？但你看這張全台灣的賞櫻地圖，我跟你說，它與其說是旅遊指南，不如說是一張全島排隊盛況預測圖，精準地告訴你人潮部隊會在哪裡集結。來，我們來看一下整個戰役的時程表。1月裡，陽明山跟天元宮先打頭陣，就算是暖身賽，讓大家先練習一下怎麼在人擠人的地方卡位拍照。接着2月到3月，戰況直接升級，進入武陵農場和九族文化村這種一級戰區。跟你說，這時候輸贏的關鍵已經不是你的相機有多好，而是你搶不搶得到那張比天堂門票還難拿的武陵農場通行證。然後到了2月中，還有司馬庫斯，這根本就是一場耐力大考驗。你會很驚訝地發現，平常叫他早起上班要死不活的人，為了追花開個4-5個小時的山路，精神竟然比誰都還好。不過，在這場全島大遷徙的過程中，我們得聊聊路上潛在的威脅。但好玩的是這個危險的源頭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來，大家一起想一下，在這條追花的路上，真正的危險到底是什麼？是那些彎來彎去的山路嗎？還是說是多變的天氣？答案揭曉，跟你說，真正的危險是那些在山路上一邊開車一邊用老鷹一樣的眼睛在搜尋粉紅色目標的台灣大媽們。你想想看那個畫面，只要路邊有一丁點粉紅色的影子閃過去，他們的剎車反應速度絕對是世界級的。他們找花的本能比 GPS 還準，但對跟在後面的你來說呢，那絕對是一場嚴峻的考驗。要打一場漂亮的仗，事前準備當然不能少啊。這場粉紅色的遷徙也不例外，它有一套非常講究，可以說是儀式感的戰前準備工作。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份任務清單。第一步，你出發前要像在看股票一樣，每天緊盯各地的花況報道。第二步，仔細研究接下來7天的天氣預報。但如果預報說會下雨怎麼辦？放棄嗎？不可能，這就來到第3步，去買一把透明的雨傘。為什麼？因為下雨不是阻礙，反而是創造淒美感的大好機會啊！這就是第4步，也是終極目標，要的就是那種雨中賞花的悲劇美。這根本就是創造社群流量密碼的絕佳時機。好了，講了這麼多，我們這份戰地報告也差不多要收尾了。我們分析了整個作戰計劃，路上的各種威脅，還有那些超專業的準備儀式。但好像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我們還沒回答。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場從北到南搞得這麼累、這麼大費周章的集體遷徙，它最終極的目標到底是什麼？跟你說，真相就是這一切的根本從來就不是花開的有多漂亮，開了幾成，而是我到底有沒有成功拍到那張完美的照片，就是那張能讓你朋友看了都以為你1秒飛到日本京都的自拍照，這才是這場戰役的終極大獎啊！所以啦，這整個粉紅生存戰的精神，其實就在這一句話裡了。它告訴我們，最重要的不是你人在哪裡，而是你的心裡有沒有那份追求美好事物的熱情。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心裡有粉紅色，到哪裡都可以是你的武林農場。那麼，你心中的那片櫻花林準備好要綻放了嗎？